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8月24号，星期四，今天是我的第4个训练日，明天休息了。今天轻松跑，昨天脚磨得挺严重的，2只脚的足弓部位，大概有啤酒瓶盖儿那么大的2个大水泡，现在挺疼的呢。今天轻松跑。回头不能轻易穿那双鞋上这种强度课。今天穿了双2代的 Vaporfly。昨天我看我们跑团里有小伙伴买了一双2代的，其实现在如果您要是买，就买3代的，差别还是挺大的。今天咱们回评论啊，准备了小条，而且这种强度课啊，有的时候会有一个，不是说每次都会有的副作用，就是强度过大以后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，当天的，这很正常。我第一次有这种体会是，有一次为了准备比赛跑3个5公里，每一个5公里都在19分钟。那次跑的还行，特兴奋，而且是在北京的马路上。我差不多有10次里有2、3次会有影响睡眠的情况，但是也还行。对，昨天睡得挺少的，但是你看状态也还凑合哈。行，那一会儿再聊啊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今天咱们看看街道，这条街是大阪的本町这一条街，南北走向的，是一条很宽的城市的主干道。看这个狗，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开始回评论。咱们频道关注的人越来越多，有好多新的小伙伴问我一些问题，集中回复一下，就关于我自己。我今年38岁，1985年出生。我以前是个胖子，什么时候开始胖的呢？是工作之后开始胖的。那时候一下从130来斤，1、2年的功夫就长到了170、80斤，特别可怕，就管不住嘴。因为男孩嘛，你经历过那个能吃的阶段，他有惯性。我其实是从来不吃零食的，都不行，就吃饭就不行。怎么开始跑步的呢？是因为体检，第1年是轻度脂肪肝，第2年是中度脂肪肝，第3年大夫跟我说你这有点严重，快要到重度脂肪肝了，那不行了呀，跑步。但是那个时候说跑步，其实是就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资讯，大家也没有那么害怕和担心。那时候说跑就跑了，但是一口气只能跑200米，然后就得歇一会儿，再跑。那是2014年的9月份。一开始减肥是很快很快的，那时候每天就跑3公里多，那体重直线的下降。首马是2015年的北京马拉松，4小时29。第一次破4是2016年的北京马拉松，3小时59，很极限。第一次的大满贯赛事是2016年的东京马拉松，是抽签抽中的。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是今年的波士顿马拉松，
拿到了第6颗星。我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，在新加坡生活过1年，然后现在在大阪生活，差不多就这样。晚上7点半睡觉，早晨3点半到4点起床，没有小孩儿。饭后跑步，饭后1个小时跑步还是不舒服，觉得打嗝什么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其实很少饭后跑步。那天晚上的训练课是为数不多的，这些年吃完饭又是晚上跑步的。当然这看个人习惯，不过1个小时确实是，如果你跑的强度大，吃的又多的话，是会不舒服。所以我才说马拉松比赛赛前的早餐要早吃。像国内的比赛7点半发项的比赛，基本上3点就吃，我都是3点就吃了。你就为那一天嘛，牺牲一下，没有什么的。我这背心儿就是 BTC 的这个跑步俱乐部买的，直邮2个月还没收到。这个我不太好帮你，因为以前在国内的时候都是转运，转运的话就相对的你可追踪的多一些，在这边的话就都直邮。确实是现在这个国际邮件一直是个怎么说呢，不稳定因素。就像我之前说东京马拉松，最早我报名那一年，那时候还是给你寄一个信封，你要带里边的东西去博览会，那个在中国大陆的很少有能正常收到的。但是后来慢慢好一些。如果我的髋关节能够再灵活一些，240就很简单，是这样的。就是现在我的步频还是太高了。为什么步频高？就是因为步幅小。当然这跟身高有一定的关系，但是没有那么大，也不完全是力量的问题，更多的就是髋关节的灵活问题。而这种问题啊，其实都是童子功，很多时候不是靠就是成年以后的这种训练就能够有明显改善的，你得特别针对性的训练，也不一定就收益没有那么大。但是我在努力中。像我这个视频的数据是怎么弄上去的，这个不是1、2句能说清楚的。但是我之前很多期都分享过，就不在于一个人会什么，而在于说我想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能不能找到方法。像基本一点的这种东西啊，利用搜索引擎，我就是利用搜索引擎，从一开始完全没有到弄第1个版本大概是1个半小时，然后演化到现在这个版本呢，大概是又用了1个半小时。知道一些这些东西基本的英文单词是什么，你去搜嘛。有软件，有方法，有开源的，有免费的，有付费的。至于之后你就得自己摸索了，你要对时间轴啊，然后有拍摄的技巧啊等等。就是我老说这些年其实上学，我其实不太认为学校是一个能教会你很多东西的地方，它是能教你解决问题方法的。其实也不是他教的，是学校老给你制造问题，然后呢你就得去解决它，解决着哎，你就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再加上我的行业有优势，并不是因为我懂计算机技术，而是说这个行业的工作方法比较特殊。为什么叫特殊呢？就是像这个行业，像我们一开始写程序或者怎么着，遇到错误遇到不会的都上网去搜，就习惯了用搜索引擎去解决问题，并且呢掌握了一套方法论和一些技巧，比方说你怎么搜索关键词，加空格，然后加引号什么的，这些大家多去了解吧。
有一个小伙伴说体重的事儿说的特别好，就是大多数人跑步和甚至说是马拉松，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和更健康的身体，不用太在意。是的，您只要都不用像我这样训练，你只要动起来，其实饮食上，你就说你天天大吃大喝，你也吃不了那么极限。有的时候，快乐和艰辛就差那20%。你想要最后那个20%，你就得付出额外80%的艰辛，而且越往上越多，比例越大。我这前2年就是付出的太多，但是其实运气不够好，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得到了，但是在那个时间段没有证明它的机会。而这种东西，它并不像赚钱，你赚到了钱存起来，你可以将来用。这种东西就是转瞬即逝，你可能1个月的调整，1次的伤病就结束了，你又得再做一次80%。小伙伴说东北人骨子里就得吃大米，不吃就不行，难受。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不成熟的生活的经历告诉我的一个事情，就是说通俗点叫入乡而随俗，说的更那什么一点，在我看来就是去接受新的东西。因为不能说新的东西都是好的，但是它会让你的生命有更多的体验和更多的精彩。就比方说在海外生活，面对饮食，我就是很开放的，我就觉得在这儿就吃这儿的东西，尽量的去改变。当然你说有想吃的其他东西吗？有。我看那个中国江苏省输出商品展示会，是有的，但是我觉得多半其实都是乡愁，真心的。而且每个人其实都有焦虑和烦躁的时候，都有看什么都不顺眼的时候。但是我劝大家，就是看别人或者看你现在所处的境遇，多往好的看，这样你才能开心。你不能说到了日本说，哎呀，他们怎么买不着羊肉啊，辣椒不辣呀，然后都吃生的呀。这拥抱他们。所以什么事儿没有很绝对的，你不试你怎么知道？而且还得看你抱着什么心态试。你要是抱着说他就是不好的，我就讨厌他，我试他是吃苦的，那你何必给自己找别扭呢？对不对？试试看，什么事儿都别先拒绝，都可以的。1000米进3分钟很难，是很难的。大多数人其实是不行的，你可能瞬时速度行。我其实有的时候，如果那天不是比赛，你让我自己跑，我的瞬时速度可能都进不了3，并不是想象那样跑几年就可以的。因为跑几年大多数时候就是进步的，可能最多就是速度耐力，而绝对速度很难的。但是我觉得这半年有提升，这几个月有提升，因为团队跑确实会让你跑得更快，但是其实也更累。像我今天早上起来的身体反应就要比以前自己跑强度课累得多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个事儿没办法，你的恢复能力就是在下降，顺其自然。行，带着大家穿越了好多小路啊，那差不多了，准备的都回完了。今天准备的仓促，因为昨天没休息好，早上起晚了，各位抱歉啊，我会更努力一些。大家也是都加油干，不用绷得太紧的神经，放松心情，努力的面对各种挑战。8月27号星期四清晨7点02，晨跑结束啊！今天只能说晨跑了，不能说训练了，跑得非常的轻松，就故意的慢跑。
15公里1小时19，平均配速519，功率184，心率131，步频194。那最后碰见那个来玩的小伙了，啊，16岁那小伙，可以。今天跟大家回的评论，咱们都是第4个训练日，如果有第4个的话就回评论。如果是为了强度课调整时间，比方说只跑3天的话，那就是第3天回评论。评论和弹幕我都会看，然后拿一些我觉得1、2句话能说清楚，并且挺有意思的一些讨论，咱们一起聊一聊。我不能说解答，我只说回，因为我说的都是我的经历，我的经历不一定都是有代表性或者是对的，只可能说它放到我身上碰巧我认为它对，但是我没有试过其他的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更好的，是不是？这就像今天咱们视频里我说了很多次的，你什么事儿没有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坏，没有绝对的正确，也没有绝对的错误，尤其是在运动这方面，就说有运动科学，这些年各种的科学会越来越占据普通人的运动，或者说更多的占据专业运动员的运动，但是也只能说它是锦上添花，关键根本问题是还是要动，你只要动起来跑起来，那吃喝衣食住行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，你会慢慢的被你的生活习惯所改变，你也会慢慢的改变你的生活习惯，这都是互相的，所以慢慢来。像我现在的状态就是，我是没有那3年那么的精炼，因为那3年不光是在训练上，在生活上、饮食上、各种上，都要比现在在意的多得多。确实，那个时候我可以说，如果把现在的我的心态和精神，还有经验放到那个时候的身体里，那我可以说我能够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棒很棒的成绩。但是这就是没有什么时候你是都能得到的。就那个时候其实身体条件不错，但是心理啊，或者说有的一些想法什么的，不如现在。这就是你就总是说会，因此失彼这种事情总会发生，没有关系的。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最美好的自己，是不是？行吧，那我明天休息了。这4天确实疲劳，之前的这2周都相对的比之前疲劳一些，有各种的事情穿插，有比赛，有强度课，对不对？行，我也是赶了3伏的最后的10天，努力的又干了10天。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我们努力的训练，到秋天比赛检验我们的成绩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